老板说你之前是姓我姓许，燕无许。哦，OK， 那你现在改姓了？和田。你要是用许的话，它会暗示你的下一代以后就会巴雷鲁，就会人家一看到姓就知道你是外国人。移居到日本的台湾人，有些想要努力融入社会，吸收日本文化，也有一些想不忘本，凸显自己是个台湾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但你在这边住久了，你会是哪一个呢？台客有好像很多人来到这边就变成日本人了。那段我觉得我们真的会，比如像我才来5年而已。那其实我说真的，就是因为你可能要融入这个社会，对，所以你就必须得知道，你要先去了解说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你觉得最大的文化差异是什么？人跟人之间距离的那个空隙吧。我觉得他们对于人与人的距离，他们是非常尊重。我不会去踏进你的私领域，但是台湾人可能就是，比如说你的阿姨就说，你结婚了没啊？什么时候生小孩？就这种事情，就是他们感觉不太会去尊重你的，就是你知道台湾人我觉得最讨厌的地方啊，是可能3年没看到你啊，然后就你变胖了。对，我也是、就好直接哦，谢谢你哦。现在带我们去找谁？安迪，高材生上班族，因为他是建中，够高材生的吧？他来日本多久了？他来日本14年了。我们刚刚有讲说，约的时候要那个准时。对，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日本其实我们是朋友，那我们要约吃饭或约聊天。台湾人是直接电话打了就马上现约嘛，对不对？对。日本不是，日本你要1个礼拜、2个礼拜之前。所以你今天帮我们安排的这些人，因为都是台湾人，昨天或者前天跟他们打电话，他们是 OK 的。当然。可是如果是日本人就不太可能，他们就会扣马里马斯，他们就会突然定住，就怎么办？今天约明天怎么可能？对，他们就会慌了，为什么？最后1分钟取消那个算是那个超级失礼嘛，对不对？对，日本有一个专有名词在讲突然取消这个事情，叫什么？Todaken 就是突然取消 ，Todaken 就突然的 cancel 这个。Todaken cancel。对。我们迟到了。对，我们表示我们现在迟到了。对，失礼了。我刚在车上，还好他是台湾人。Hello。进日本的品牌公司，有没有觉得很不容易交朋友，或者跟同事的互动不太一样？有把你当外国人吗？大家当然都非常的 friendly， 也都会觉得说哇，外国来的同事，然后也都会很喜欢跟你聊天，或者吃饭啊，或者什么都会有。只是说，其实你还是会感觉得到说有一个外国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墙。吃饭啊、喝酒聊天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聊一些，比如说工作上面的事情啊，或者说聊一些感情上面的事情啊。那我也会发表我的意见嘛。那我会跟你讲说，其实我觉得怎么样，你应该要怎么样做。跟他们做一些这些分享的时候，他们有人说因为那个 Andy 你是外国人，所以你不了解吧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一个台湾人，你的最好的朋友跟你在一个日本的最好的朋友啊，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怎么说？在日本的话，没有办法交到说像你在台湾那样的朋友，因为日本人他会非常有戒心，日语叫honne，很难交到日本的好朋友。虽然在这边40年，我好像那个感觉还是一个外国人哈。对，比如说日本他们的居住空间，他们用榻榻米、用福斯玛纸去贴的门啊，影子看得见，声音也听得见，几乎没有隔离一样。所以为了避免这个接触摩擦的话，日本人就会建尽量大家客客气气的哈。但是真的他心里想什么不知道。容易交日本的朋友？这个我觉得，因为我不是在这边上学嘛，所以我觉得挺难的。像我刚刚说，他们对于人与人的距离，例如说我要跟他谈男朋友的事情，你男朋友怎么样，这你很难启齿。但是在台湾可能说，我觉得我最近我男朋友对我很不好。像我一个同事，就是我们已经工作半年，他都还不知道就是我结婚了，就是我们都不会聊这些。你在日本最好的朋友是台湾人吗？台湾人跟中国人比较多。因为我觉得怎么讲，当你在讲母语的时候，你有时候会有一些情绪上的用词的时候，就是感觉我们像麻吉。是不是好像日本人
就有勒手可是可能有时候是表面，可是台湾人就是开心的话就是很想帮到底，就很热情了。那种热情跟日本有一点不一样日本较平淡的那个宁静的吼。袂像大人讲我见着一个外国人，欢喜的时候，我请食饭啥。还不认识我们就换赖了嘛，对不对？对对对，日本绝对不可能，绝对换赖这件事情可能要认识好久一阵子。我觉得最夸张的是我在电视上看过，就是有杰尼斯的团体，然后他们竟然团员是没有联络方式的，讲什么话你要透过经纪人。比如说像我们在台湾的话。我们第一天见面，可是我们觉得说，很聊得来，那我们就会说，要不换 LINE 啊，或者换 IG 啊，这种就可以 connection 就可以建立起来了嘛。可对日本来说，第一次见面就被问要到 LINE 的话，他们会就是对这种感觉，或者说，走啊，下次我们再出来约哦，就在这种，他会说，好，再约，但是通常是没有。日本的壳很硬啊，对，那个距离感对他们来说是，因为你太 close， 他们会怕，他们会有压力的。但是也有一部分的日本人是很喜欢认识外国人的，那个就例外。LINE 的使用方式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我传了一个东西给你，其实我就是打了一通电话给你的意思。对，那你如果说，比如说你一次传很多东西给他，你好像就你一次打了很多通电话给他的感觉，他就会觉得说，那我怎么办？所以我曾经就有碰过一个日本朋友，他就跟我讲说，他说，你以后传给我LINE的时候，就是你传给我一句，我会回你一句，然后你再传给我下一句，我再回你，就顶多就是不要超过两个讯息这样。就是有认识一些日本男生，我就觉得他们可能就是思想比较硬一点。例如说你要帮他们倒，就是我感觉在餐桌上面就是女生在帮男生倒酒的感觉还蛮多的。但是我觉得在台湾的女生，我觉得台湾女生把台湾男生教育的太好了。我觉得台湾男生在日本会很行因为台湾男生很温柔，然后很亲切。台湾的男生通常都会知道女生的生理期，给女生倒热水啊，不要让她生气啊。但日本的完全不会，因为女生她们从来不会告诉男生这些事情，就是我生理期我不舒服，我想要热水，你要对我好。虽然移居日本只有5万多个台湾人，但有超过70万个华人，所以其实不会日文还是可以跟很多陌生人有共同语言，感觉很亲切。目前非常 enjoy。可以啊，谢谢。可是这个水煮鱼是川菜。那你个人是从哪边来到日本？我吗？对，我是山东。山东人。OK。虽然华人超市都找得到家乡的味道，但在异乡的台湾人还是会想家。疫情前的时候，我就其实有办一些只有台湾人来参加的这种聚会。那为什么会想要办这个聚餐？一方面也是觉得说，我觉得想要取暖，我想要有一些台湾人的朋友。然后再有，我觉得说跟我一样，也是会觉得在日本工作，你要交到朋友是真的蛮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会蛮寂寞的，就是大家互相安慰嘛。那你被朋友介绍的时候，会不会说Andy 台湾进的？以前一开始的时候会不想要去凸显我是外国人这件事情，会想说我跟你们都一样，我融入了你们的那种感觉，我日文也都很 OK 的这种想法其实是会有的。可是到后来的时候，我会把它当作是我的一个梗。就是一个武器，我就会说我是台湾人哦，然后他们就会说哇台湾，我很喜欢去台湾，大好きです。所以我们台湾做的 branding 还不错吧？还不错，对台湾的 branding 来说，他们真的很喜欢台湾。说311的一个在大震灾的时候，其实台湾受到台湾非常大的一个帮助。那日本人其实他们也都非常的感恩于心。到现在我遇到一些新认识的朋友的时候，他们也都会说赈灾的时候是非常感谢台湾的一个帮助。因为日本人即马对咱台湾的印象都特别好啦吼，甲咱台湾很友好。40-50年前迄阵，有人甲我问讲，恁台湾的饭店有冷气无？靠呀！就是有一点看不起啦。那个时代真的，人家讲说，你是从台湾来的，日本会觉得，台湾泰，然后他们就是泰国跟台湾，对他们其实是搞不懂，真的就是311地震，对台湾跟日本的关系真的变得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在日本扎根的台湾人有多想回家？人讲落叶归根嘛吼，老的是会想要等于台湾大。即马台湾英国调查讲世界第一好大好生活的所在，阮查某囝伫遮出世的，要讲搬倒来住台湾，伊无爱啦，伊去佚佗袂啦。阮太太嘛无爱啦吼，老爸老母也拢无啊啦，我小弟嘛走啊吼，变转去吼，
会感觉嘛是傻逼死，啊，大家惯死啊，就好啊，无，无是真正想要转去。虽然住日本50几年了，刘老板还是很有台湾味。那川田さん呢？那你现在改姓了？和田，黄河的河，稻田的田。哦，为什么会川田？为什么会有这种？因为规划的时候，日本政府会告诉你，你的姓是不是需要改，他没有强迫你一定要改姓，是，但是你要是用许的话，他会暗示你，你的下一代就会巴雷鲁，就会人家一看到姓就知道你是外国人。但像我儿子是在东京生的，用和田的名字，他要是不说他是外国人，绝对人家不知道他是外国人。因为他的讲话的口音完全是。当然，那你还会想家吗？想台湾吗？或者你觉得家是日本还是台湾？我当然觉得台湾是我的家了，因为朋友啊、亲戚都在台湾嘛。还有最好吃的东西都是在台湾。我这嘛有那个咯，材料都是日本的蚵啊，日本的海瓜子。蚵仔是用広島。我臭豆腐，我要吃，我要蚵仔面。老板你好厉害。阿毛那个蚂蚱。餐厅有几道菜啊？我就说100多种。只有大概1瓶到2瓶。霸碗、蒜泥白肉啊，牛肉面也好吃。在日本喝的是台啤。好，乾杯。虽然改了姓，川田さん仍然是道地的台湾人。至少他的料理让我感觉到我回家了。你闻闻看，有吗？有台湾的臭吗？非常谢谢会员们支持我们的频道 ，Thank you for keeping us alive。这支影片的制作也非常感谢寿赏介绍给我们那么多住在日本的台湾人。这几天跟大家聊得非常的开心，话题也聊得非常的深入，所以没办法把所有的资讯放在这支影片，全采访会放在会员区。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